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前2天我去村庄例行检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村庄被破坏的面目全非，村民们还都被用铁链倒挂了起来。我一过来就对我不停的哭诉，他们告诉我，来自黑暗世界的生物摧毁了他们的房子，还抢走了他们的粮食，请求我为他们报仇。可恶！我作为村庄英雄，怎么忍心看着村民们受苦？于是我义无反顾地踏向了前往黑暗世界的行程。不过前往黑暗世界是需要一个开启传送门的仪式的，而启动这个仪式则需要祭品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请出村民了。哎，你们可不要想歪了，不是拿村民当祭品啊！这个祭品不是活物，是4个钻石块，也就是4乘9等于36颗钻石。那这个钻石的费用当然不能我自己出了，所以我把刚那些村民都给抓了过来，让他们到峡谷下面帮我挖钻石。好，稍微等待了几天之后，现在我的背包里面已经有足够的钻石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该前往开启传送门的祭坛了。由于黑暗势力泛滥，这个祭坛的数量特别多，在世界上的各个恶地，也就是粘土圈岸，到处都有存在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是到了祭坛的附近了，顶上那个黑黑的东西就是祭坛的一部分。来到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祭坛的4个方向各有一个小柱子，已经有2个柱子上有钻石块了。那么这些多余的钻石就当做村民们给我的酬劳吧，毕竟大老远跑一趟也蛮辛苦的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把这个钻石块放在柱子上，4个柱子全部放满之后，在祭坛的中间就会渐渐的生成一个黑暗之门。这个门非常的暗，好像要把所有的光线都给吸收到一样，看着就非常的邪恶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前往黑暗世界了。我们此行的目标是击败黑暗世界领主暗黑3头犬，不过我们必须要把护甲先给准备好，我可不想就这样2手空空的去送。那么变身，古奈尔黑暗之神，呼呼啊呼，黑魔变身，全身保护我的附魔装，出发。哦，我们现在是从天上掉了下来，这个世界好黑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周围好像有很多怪物，听这些怪物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凋零骷髅啊，看得不太清楚。哦，周围真的全部都是凋零骷髅，不过这些小喽啰可难不倒我。轻轻松松给他们全部消灭掉，然后我们再去寻找一下他们的领主。他们的领主的难度系数可是相当高的，我这套护甲也是专门为他准备的。OK， 找到了，那边那个就是暗黑3头犬沉睡的地方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一样的建筑啊。来，我们先进来把门给封了，免得外面的小喽啰进来干扰我们。这个暗黑3头犬最开始是沉睡状态的，我们需要给它丢一个复活图腾，等一会儿后这个复活图腾就会绕着它旋转。然后我们屏幕的上方就会出现一个血条，这个血条也非常的黑暗风啊。等这个血条满了之后，3头犬就完全复苏了。接下来就是和它的大战了。暗黑3头犬真的非常强，它有好多种攻击方式，而且会一个冲刺到玩家的脸上。我们尽量不要被它粘住啊，因为被粘住了之后就会受到一个减速的效果，然后就再也跑不掉了，并且会全程受到它的凋零 debuff。要不是这套保护我的套装，我都不知道凉了好几回了。还必须不停的吃附魔金苹果才可以，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在远处拿弓箭射它，在它快冲刺的时候马上逃跑。然后我们在它脸上的时候，它会使用咆哮攻击，有的时候还会跳起来从天上掉下来打我们，非常的恐怖。不过聪明如我自然是有办法对付它的，不然我怎么当村庄英雄嘛？它这个呆板的冲撞啊，我直接站在柱子后面就可以躲掉了，太简单了吧，轻轻松松给它打败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是成功的击败了这个3头犬，掉落了一个它的头颅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头颅戴在头上，黑黑的，看起来有点像末影龙的头。它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村庄英雄的效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官方认证的村庄英雄。然后我们带着这个头蹲下，很快一个新的传送门就会被打开了，然后在传送门的中间跳一下，直接传送回主世界。哎，怎么给我传送到海上了？这个海的附近就有一个被黑暗势力攻击过的村庄，咱们来看一下村庄英雄的效果吧。来，我的村庄英雄专属超级折扣能打多少折？13个绿宝石变成了17个绿宝石，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还给我涨价了？可恶啊！这些村民就这么对待你们的救命恩人吗？为什么会涨价？我以后再也不帮助你们的村子了，再见。哎，兄弟们，你说这合理吗？这些村民们恩将仇报，你说我这村庄英雄当了还有什么意思？哎，算了，就当做好事了。反正这个暗黑3头犬已经被我们打败了。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你们感觉这个维度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的，至少我们可以在里面刷凋零骷髅的头颅，是吧？